我和贤妃都是穿越者，她觉得自己是爽文女主，对皇上说我来自千年之后。皇上不仅信了，还更宠她了。他笑我胆小，你看，说出来才是正确剧本。我没敢告诉他，我房里藏着一本清史稿，上面清清楚楚写着他的名字和他3个月后的死法。温月，你就是太胆小了。长春宫里熏香袅袅，新晋的贤妃江瑶倚在软榻上，指甲上涂着她自己捣鼓出来的凤仙花枝，鲜红刺眼。她对着我叹了口气，你看，我跟皇上坦白了，我来自千年之后，皇上不仅没把我当妖怪烧死，反而觉得我有趣，对我更好了。江瑶坐直身子，语气里是藏不住的骄傲。这才是大女主该有的剧本，懂吗？你我身负千年智慧，藏着掖着，岂不是白来一趟？我低头拨弄着手里的茶杯，没说话。茶水很烫，暖意顺着指尖蔓延，却驱不散我心底的寒意。我是温月，3个月前还是个历史系的研究生，一觉醒来就成了这紫禁城里的精品。和我一起穿越来的还有这位叫江瑶的，她比我幸运，穿成了吏部尚书的嫡女，家世显赫，一入宫就封了贵人。然后她就开始了她惊世骇俗的表演。她主动告诉宣帝自己是来自千年之后的人，她给宣帝讲民主自由，讲众生平等，讲工业革命。我当时在场，吓得魂飞魄散。宣帝是个什么样的皇帝？史书上说他多疑、刻薄，手段狠厉，是个彻头彻尾的独裁君主。江瑶在他面前讲这些，无异于自寻死路。可出乎所有人意料，宣帝听完非但没有龙颜大怒，反而大笑起来。他说爱妃真是有趣。然后他把江瑶从贵人一路破格提拔，升到了现在的贤妃。整个后宫都震动了，所有人都说江瑶是妖妃，用妖术魅惑了皇上。只有江瑶自己得意洋洋，他认为自己拿的是爽文女主剧本，皇上是那个对他无限包容的霸道男主。他今天把我叫来，就是为了炫耀他的胜利，并再次劝说我和他一起干票大的。温月，别再做什么竞品了，安静有什么用？跟我一起，我们把这个时代搅个天翻地覆。江瑶的眼睛里闪着狂热的光，我看着他，仿佛看到了一个疯子。我轻轻放下茶杯，站起身。姐姐说的是，只是妹妹天生胆小，做不来大事。时辰不早了，妹妹先告退了。江瑶看着我，眼神里满是失望和鄙夷。烂泥扶不上墙。我没理会他的评价，躬身行礼，退出了长春宫，回到我的永和宫。我立刻关上了殿门。宫女王渊连忙给我端来一杯热茶。娘娘，贤妃娘娘又为难您啦。我摇摇头，示意她退下。整个寝殿只剩下我一个人。我走到床边，从床板下的暗格里捧出一个用油布包裹得严严实实的东西，一层层打开，里面是一本印刷粗糙但字迹清晰的书，书页已经泛黄，封面上是3个触目惊心的大字：清史稿。这是我的毕业论文参考资料，不知怎么的，竟和我一起穿越了过来。我颤抖着手翻到《后妃列传》，很快我找到了那个熟悉的名字：贤妃江氏，吏部尚书江城祥女，初入宫，善以奇文一谈或上，胜券优渥，帝甲以恩宠，实则冷眼观之，察其言行无状，见露疯癫之态。其后于中秋夜宴，于月下作自由之舞，言及天赋人权，帝大怒，斥其为妖孽，以妖言惑众之罪，赐白绫，毙于长春宫。时年19。书页上最后那几个字像是淬了毒的针，狠狠扎进我的眼睛里。赐白绫，毙于长春宫。我抬头看了看窗外的天色，今天6月初7，距离中秋夜宴还有不足3个月。江瑶的改革开始了，她做的第一件事是挑战皇后。按宫规，妃嫔每日晨昏定省，要向皇后请安。江瑶第2天就没去，皇后派人去请，她的人拦在宫门口，说：贤妃娘娘说了，人人平等，凭什么要天天给她请安？她怎么不来给我请安？来传话的嬷嬷气得脸色发白，当场就去皇后那里告状。皇后气病了，宣帝知道后，只是淡淡说了一句：贤妃性子直，皇后多担待，便把此事接了过去。一时间，江瑶风头无两，她开始在宫里推行她的新政。她让长春宫的宫女太监们不必下跪，见了她只需鞠躬。她声称要解放人性，鼓励宫女和太监恋爱。她甚至在御花园里开辟了一块试验田，说要研究什么杂交水稻，让天下百姓都能吃饱饭。整个后宫被她搅得鸡飞狗跳，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被她踩在脚下，碾得粉碎。许多老派的妃嫔都看不惯她，联合起来去太后那里告状。太后把宣帝叫过去训斥了一顿，可宣帝从寿康宫出来，扭头就去了江瑶的长春宫。他不仅没有责罚江瑶，反而赏了他一只价值连城的东珠发簪。这下所有人都闭嘴了，大家看明白了，这位贤妃娘娘就是皇上心尖尖上的人，谁惹她
就是跟皇上过不去。江瑶越发得意，他开始召集一些年轻的、位分低的妃嫔，在他的长春宫里举办沙龙。他给他们讲一夫一妻才是真爱，讲女人也能顶半边天。他鼓励大家追求自由，勇敢地向封建皇权说不。有几个被他洗脑的真信了，他们开始模仿江瑶，不给高位妃嫔行礼，顶撞管事嬷嬷，后宫的秩序摇摇欲坠。我躲在永和宫，大门不出，二门不迈。江瑶派人来请过我几次，我都以身体不适为由拒绝了。他大概也看出来我不想跟他同流合污，便不再理我。我乐得清静，每天我就待在宫里看书、写字、绣花。王渊看不懂，娘娘，您为何不去争一争？您看贤妃娘娘如今多得宠，您和她都是。王渊是我的陪嫁侍女，也是我唯一信得过的人。我告诉了他我和江瑶的来历。我看着他轻声说：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，枪打出头鸟。你看着吧，他蹦跶不了多久了。王渊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。这天宫里下了一场大雨，电闪雷鸣，风雨交加。我正在窗边看书，一个小太监冒着大雨跑了进来。静嫔娘娘，皇上召您去养心殿。我心里一惊，宣帝是个勤政的皇帝，除了初一十五，几乎从不踏足后宫。他也很少会主动召见某个妃嫔，这还是我入宫以来他第一次单独召见我。我不敢怠慢，立刻换了衣服，跟着小太监去了养心殿。养心殿里灯火通明，宣帝坐在一堆奏折后面，头也没抬。来了。臣妾给皇上请安。我规规矩矩地行了个万福礼。免了。他依旧没看我，声音听不出喜怒。贤妃今日说的那些话你怎么看？我心里咯噔一下，江瑶又说什么了？我垂着头，小心翼翼地回答：臣妾愚钝，不懂什么军国大事。贤妃姐姐天纵奇才，想必有她的道理。我把皮球踢了回去。宣帝终于从奏折里抬起头，看了我一眼，他的眼神很深，像一口古井，不起波澜，却让人看不透底。他沉默了片刻，忽然笑了。你倒是个聪明的，不像他，像个炮仗，一点就着。我不知道他这话是夸我，还是在试探我。我只能把头垂得更低。臣妾不敢。朕让你来，是想问你一件事。宣帝放下手里的朱笔，身体微微前倾。贤妃说他有一种法子，能让水稻的产量翻上好几倍。他说那叫杂交，你听过吗？窗外一道闪电划破夜空，照亮了宣帝的脸。他的脸上带着一丝玩味的笑意，但眼底却是一片冰冷的审视。我的心跳瞬间漏了一拍。他知道了，他一定是从江瑶那里听说了什么。或许江瑶在炫耀自己来自未来的同时，也顺口提到了我。他说静嫔也是，所以他今天才会来试探我。我的后背瞬间被冷汗浸湿，一步踏错，万劫不复。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大脑飞速运转，不能承认，打死都不能承认。承认了，就等于把自己和江瑶那个疯子绑在了一起。她是贤妃，家世显赫，有吏部尚书做靠山。我呢，我父亲只是个五品官，在朝中人微言轻。宣帝或许能容忍一个疯疯癫癫的贤妃，但绝不会容忍第二个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抬起头，脸上挤出了一个恰到好处的迷茫表情。杂交？臣妾从未听过。水稻还能杂交吗？臣妾只知道这世间的稻种都是老天爷恩赐的，难道还能由人来操控不成？我的语气里充满了对未知事物的好奇和一点点对非自然之力的敬畏。这是一个标准的生活在封建时代下的女人该有的反应。宣帝盯着我的眼睛看了很久，久到我几乎快要撑不住，脸上的表情都快要僵掉。终于他移开了视线，重新靠回了龙椅上。是吗？朕还以为你和贤妃一样来自同一个地方呢。他的语气很平淡，像是在说一件无关紧要的小事，但我知道这是最后的试探。我立刻跪了下来，声音里带上了一丝惶恐和委屈。皇上明鉴，臣妾生在京城，长在京城，从未去过别的地方。简妃姐姐说的那些话，臣妾一个字都听不懂。求皇上不要因为姐姐的胡言乱语就迁怒于臣妾。我趴在地上，身体微微颤抖，这是我能做出的最真实的反应。大殿里一片死寂，只有窗外的雨声还在哗啦啦地响着。过了许久，我才听到头顶传来一声轻笑。起来吧，朕就是随口一问，瞧把你吓的。宣帝的声音听起来似乎轻松了不少。朕罚了你留下侍寝吧。我愣住了。侍寝？入宫3个月，这还是第一次。我有些不知所措地站起来，看到一个小太监已经开始在偏殿铺床了。那一晚，我成了宣帝的女人。他并没有对我做什么过分的事，只是抱着我，问了我一些家常。
问我读过什么书，喜欢做什么，我一一照实回答。我说我读过女诫、内训，喜欢在宫里绣绣花，看看书。他听完不置可否，只是在我睡着前，在我耳边说了一句：安分守己才是长久之道。第二天，我从养心殿出来的时候，天刚蒙蒙亮，皇上升我为嫔的消息已经传遍了整个后宫。我没有回永和宫，而是直接去了皇后的坤宁宫请安。这是我第一次承宠，按规矩要先来拜见皇后。坤宁宫里已经坐了不少妃嫔，大家看我的眼神都充满了复杂的情绪，有嫉妒，有羡慕，但更多的是审视。江瑶也在，她看到我，眼睛一亮，立刻把我拉到她身边坐下。我就说吧，皇上还是喜欢我们这种有趣的灵魂。她压低声音，兴奋地对我说：你昨天跟皇上说什么了？他是不是也觉得你很特别？我淡淡地笑了笑，没说什么，皇上只是问了问臣妾的家乡事。姐姐，以后在宫里还请您多多关照。我的态度谦卑而疏远。江瑶的眉头皱了起来，似乎对我的冷淡很不满。就在这时，皇后出来了，众人起身行礼。皇后今天气色不错，看到我，脸上露出了温和的笑。静嫔来了，快坐。皇上都跟本宫说了，你是个好的，温婉懂事，以后要好好侍奉皇上。她拉着我的手，赏了我一对玉镯。我连忙谢。坐在一旁的江瑶脸色瞬间变得很难看。江瑶大概是感觉到了危机，从那天起，她开始变本加厉的折腾。她嫌宫里的衣服样式老旧，自己动手把一件华贵的宫装改成了露着胳膊和半截小腿的连衣裙。她穿着这件衣服在御花园里招摇过市，整个后宫都轰动了，无数的奏折递到了宣帝的案头。御史们痛心疾首，说贤妃衣衫不整，有伤风化，请皇上严惩。宣帝再次把事情压了下来，他说：贤妃只是天真烂漫，不必大惊小怪。有了皇上的撑腰，江瑶更加肆无忌惮，他开始公开宣扬婚姻自由。他对几个和他交好的小嫔妃说：女人何苦为难女人？我们这么多人伺候一个男人，太不公平了。我们应该联合起来，向皇上要求一生一世一双人。这话要是传出去，就是动摇国本的大罪。我听王渊说起时，手里的绣花针都差点扎进肉里。这个江瑶真是在花样作死的路上一路狂奔，他不仅自己作死，还开始拉着别人一起。他最大的目标就是太后。太后是宫里最重规矩的人，也是整个保守势力的代表。江瑶觉得只要说服了太后，他的改革就能成功一半，于是他天天往寿康宫跑。他给太后讲男女平等，说女人也能读书考科举，也能当官。他还给太后画了一张世界地图，告诉她我们脚下的土地只是一个球体的一部分。太后听得头晕眼花，终于忍无可忍。在一个午后，太后把我叫到了寿康宫。寿康宫里气氛很压抑，太后坐在主位上，脸色阴沉的能滴出水来。静嫔，哀家问你，你和那贤妃到底是什么来路？太后开门见山，语气严厉。我立刻跪下。回太后，臣妾别跟哀家说那些场面话。太后打断我，哀家只要听实话。我知道这次躲不过去了。太后不是宣帝，她没有那么多耐心，也不会跟我玩什么心机。我如果再装傻，恐怕连寿康宫的门都出不去。我咬了咬牙，决定赌一把。我抬起头，直视着太后。回太后，贤妃姐姐她脑子可能有点不清楚，她时常会说一些胡话，做一些怪事。臣妾曾劝过她，但她不听。臣妾怕惹祸上身，只能疏远她。我没有直接说江瑶是疯子，而是用了脑子不清楚这样比较委婉的说法，既撇清了自己，又给江瑶的行为找到了一个合理的解释。太后听完沉默了，她看着我，眼神里充满了审视。过了很久，她才缓缓开口：你倒是个明白人，不像那个江瑶，简直是个祸害。太后长叹一口气，皇上也是被他灌了什么迷魂汤，竟然由着他胡闹。再这样下去，祖宗的江山都要被他败坏了。我低着头不敢接话。我知道太后这是在向我交底，她对江瑶的不满已经到了极点。静嫔，你是个好的。太后忽然换了温和的语气，哀家看你沉稳懂事，有大家闺秀的样子，以后多来陪陪哀家吧。我心里一喜，连忙磕头。臣妾遵命。从寿康宫出来，我感觉自己像是从鬼门关走了一遭，但我知道我赌对了。我成功的在太后心里把自己和江瑶划清了界限。我不仅不是江瑶的同伙，反而成了她疯癫行为的受害者和见证者。更重要的是，我得到了太后的庇护。在这后宫里，太后虽然不像皇帝那样有绝对的权利，但她的话分量极重，有了她的青睐，我的日子会好过很多。然而我还没来得及高兴太久，第二天
江瑶就把我堵在了御花园，她一脸怒气，眼睛通红，像是要吃了我。温月，你是不是在太后面前说我坏话了？御花园里百花盛开，江瑶穿着她那件改良版的连衣裙，在一众穿着繁复宫装的妃嫔中显得格外突兀。她的身后还跟着几个小嫔妃，都用不善的眼神看着我，看来是来者不善。我站定脚步，脸上依旧是那副波澜不惊的表情。贤妃姐姐何出此言？我昨天只是去给太后请安，陪她老人家说了会话。说了会话，怕是说了我的坏话吧？我今天去寿康宫，太后连门都不让我进，还说我行为不端，让我闭门思过。不是你告的状，还能是谁？她的声音很大，引得周围的宫女太监们都纷纷侧目。我皱了皱眉，我没想到太后的动作这么快，看来她对江瑶的忍耐真的到了极限。我看着江瑶，语气依旧平静。姐姐，太后是长辈，她教训我们是我们的福气。您既然做错了事，惹了她老人家生气，就应该好好反省，而不是在这里迁怒于我。我的话不卑不亢，有理有据。江瑶被我噎了一下，脸涨得通红。她身后的一个贵人忍不住开口了：静嫔娘娘，您这话就不对了。贤妃娘娘只是思想前卫了一些，何错之有？倒是您思想僵化，固步自封，还跑到太后面前搬弄是非，真是卑鄙。我瞥了那个贵人一眼，有点眼熟，似乎是江瑶沙龙里的常客。我笑了笑，思想前卫是穿着暴露、有伤风化叫思想前卫，还是顶撞皇后、藐视宫规叫思想前卫？又或者是妖言惑众、蛊惑他人、挑战皇权叫思想前卫？我每说一句，江瑶和他身后那几个人的脸色就白一分。我说完，周围一片死寂，所有人都被我这番话镇住了。谁也没想到，平时那个安安静静、与世无争的静嫔，竟然会说出如此犀利的话来。江瑶气得浑身发抖。你胡说！我那是为了解放女性，为了推动社会进步。你这种封建糟粕的卫道士根本不会懂。他又开始说那些我听不懂的话。我摇了摇头，不想再跟他争辩。跟一个活在自己幻想世界里的人是说不通道理的。我转身准备离开。站住！江瑶忽然大叫一声，伸手来抓我的胳膊。我下意识的一躲，他抓了个空，脚下又穿着他自制的高跟鞋，重心不稳，整个人向后倒去。啊！一声惊呼，他重重地摔在了地上。事情发生得太快，所有人都没反应过来。等大家回过神，江瑶已经坐在地上，捂着肚子，脸色惨白。我的肚子好痛！他身边的宫女惊慌失措地大叫起来：不好啦，娘娘见红了！我低头看到一股鲜血正从她的裙底缓缓渗出，我的脑子嗡的一声，她怀孕了？什么时候的事？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？周围瞬间乱成一团，有人去叫太医，有人要去禀告皇上，而我站在原地，浑身冰冷。我看着坐在地上痛苦呻吟的江瑶，又看了看自己刚刚躲开的手，我知道我惹上大麻烦了。果然，没过多久，宣帝就来了。他抱着脸色惨白的江瑶，看我的眼神像刀子一样。是你推的他？他的声音冷得像冰。我跪在冰冷的地面上，浑身都在发抖。臣妾没有。我的声音很轻，但很坚定。臣妾没有推贤妃娘娘，是她自己没站稳，摔倒了。江瑶在宣帝怀里虚弱的哭泣。皇上，是他嫉妒我。他说我思想前卫是妖言惑众，我只是想跟他理论，他就推了我。他的话断断续续，却字字诛心。宣帝的脸色越来越难看，他看着我，眼神里的杀意毫不掩饰。来人，把静嫔拖下去，打入冷宫。他的声音不大，却像一道惊雷在我耳边炸响。冷宫，那是个吃人的地方，进去了就再也别想出来。我不能去。我猛地抬起头，直视着宣帝。皇上，臣妾冤枉。御花园里那么多人看着，臣妾有没有推他，一问便知，求皇上明察。我的声音因为激动而有些嘶哑。宣帝愣了一下，他大概没想到平时柔柔弱弱的我竟然敢当面顶撞他。他扫了一眼周围跪了一地的宫女太监，那些人都把头埋得低低的，不敢说话，指望他们为我作证。不可能。一边是圣眷正浓的贤妃，一边是刚刚得宠的静嫔，孰轻孰重一目了然。没有人会为了我去得罪贤妃和皇上。我的心一点点沉了下去。难道我今天真的要栽在这里？就在这时，一个沉稳的声音响了起来：皇上，此事还需从长计议。是皇后，她不知什么时候来了，身后跟着一大群人。她走到宣帝面前，屈膝行礼：皇上，静嫔妹妹说得对，
此事有众多目击者，不能只听贤妃妹妹的一面之词。更何况贤妃妹妹腹中的是皇嗣，如果静嫔妹妹真是被冤枉的，那岂不是让真正的凶手逍遥法外？皇后的话说得合情合理，宣帝的眉头紧紧皱了起来。他看了一眼怀里还在哭泣的江瑶，又看了一眼跪在地上的我，眼神里充满了挣扎和犹豫。我知道这是我唯一的机会，我必须抓住。我对着宣帝重重地磕了一个头。皇上，臣妾有一计，或许能证明自己的清白。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到了我身上。宣帝看着我说。我抬起头，一字一句地说道：请皇上彻查贤妃娘娘的脉案。我的话音一落，江瑶的哭声戛然而止。她猛地抬起头，不敢置信地看着我。宣帝的眼神也瞬间变得锐利起来。彻查脉案，你的意思是？我挺直了背脊，迎着他的目光回皇上，女子有孕，太医院每日都会有记录，脉象如何，胎儿是否安稳，都会一一记录在案。如果贤妃娘娘的胎本就不稳呢，那今日之事或许就另有隐情了。我的话像一颗石子投入了平静的湖面，激起了千层浪。所有人都惊呆了，谁也没想到我会提出这样一个要求。这等于是在说，江瑶的孩子可能不是我推掉的，而是他自己本来就有问题。这不仅是在为自己辩解，更是在反向指控江瑶。江瑶的脸瞬间变得惨白，他抓着宣帝的胳膊，急切地辩解：皇上，你别听他胡说，我的胎一直很稳，太医都说好的。他的声音充满了惊慌。宣帝没有理他，他只是死死地盯着我，眼神晦暗不明。过了很久，他才缓缓开口：准了，传朕旨意，彻查贤妃入宫以来所有脉案，任何人不得隐瞒。太医院的效率很高，不到1个时辰，江瑶所有的脉案都被送到了养心殿。厚厚的一沓摆在宣帝的面前，皇后、我还有后宫所有在妃位以上的嫔妃都在殿内候着。江瑶因为小产，身子虚弱，躺在偏殿的床上，由太医照看着。宣帝一页一页地翻看着脉案，他的表情越来越凝重，整个大殿安静的掉根针都能听见。所有人都屏住呼吸，等待着最终的审判。我的手心全是汗。其实我刚刚说的话只是在赌，我并不知道江瑶的胎到底稳不稳，我只是根据清史稿里对她的描述，渐露疯癫之态，做出的一个大胆猜测。一个情绪如此不稳定的人，他的身体真的能好到哪里去吗？更何况他为了追求所谓的骨感美，一直在节食，还穿着那种奇奇怪怪的高跟鞋，这样的身体能怀上龙胎，并且安安稳稳，我不太信。所以我赌他的脉案一定有问题。赌对了，我活；赌错了，我死。终于，宣帝翻到了最后一页，他合上脉案，抬起头，目光缓缓地扫过殿内的每一个人，最后他的视线落在了我的身上。静嫔，你上前来。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，我走到大殿中央，跪下。皇上。宣帝把一本脉案扔到了我的面前，你自己看。我捡起脉案，打开，上面是太医院院士李太医的笔记，记录的时间是半个月前。贤妃娘娘脉象虚浮，气血两亏，已有滑胎之兆。臣再三叮嘱，需静养，忌动怒，忌时生冷。然娘娘不听劝，依旧我行我素。臣恐龙胎不保，忧心忡忡，特此记录在案。看到这里，我长长的舒了一口气，我赌对了。我抬起头看向宣帝，他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。所以贤妃的胎并非今日才出的问题，即便今日没有摔倒这一出，这个孩子也未必保得住。静嫔，你是如何知道的？他的问题又回到了原点，我早就想好了说辞。回皇上，臣妾并不知道，臣妾只是觉得贤妃姐姐平日里活泼好动，不似有孕之人，而且姐姐为了身形苗条，平日用膳极少。臣妾也是女子，知道身子亏空对胎儿不好，所以才斗胆向皇上进言彻查脉案。臣妾只是想自证清白，并非有意窥探姐姐的隐私。我的回答滴水不漏，既解释了我的动机，又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个无辜、细心但又有点胆小怕事的形象。宣帝听完没有说话，他只是看着我，眼神里是深不见底的探究。就在这时，偏殿传来一阵骚动，一个太医连滚爬爬地跑了出来。皇上，不好了，贤妃娘娘，她疯了。所有人都大吃一惊。宣帝猛地站起来，大步走进偏殿，我们也都跟了进去。偏殿里
一片狼藉。江瑶披头散发地坐在床上，眼神涣散，嘴里念念有词。为什么会这样？我才是女主啊，我的孩子怎么能说没就没了？剧本不是这样写的，不应该是这样。他看到宣帝，忽然像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扑了过去。皇上，你爱我的是不是？你告诉我，这一切都不是真的，我们的孩子会回来的，对不对？宣帝看着他疯疯癫癫的样子，眼底闪过一丝厌恶和冰冷。他一把推开他。来人，贤妃姜氏言行无状，举止疯癫，即日起禁足长春宫，没有朕的旨意，不许踏出半步。江瑶愣住了，他不敢相信地看着宣帝。禁足？你要禁我的足？你怎么能这么对我？我才是你的真爱啊！你这个封建大猪蹄子，我要跟你离婚！他又开始说那些疯话。宣帝的脸色已经黑如锅底，他没有再看江瑶一眼，转身就走。经过我身边时，他停下脚步，深深地看了我一眼。静嫔，温氏，温婉柔顺，秉性端静，着晋为静妃。我被晋为静妃，这个消息再次震惊了后宫。所有人都以为我这次不死也要脱层皮，没想到我不仅全身而退，还更上一层楼。大家看我的眼神都变了，从前的轻视和不屑变成了敬畏和探究。他们大概都在猜测我到底用了什么手段，才能在贤妃和皇上的双重压力下反败为胜。我没有理会这些，回到永和宫，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大病一场，病得很重，卧床不起，连着半个月没出门。王渊急得团团转。娘娘，您这是何苦呢？您刚刚晋升妃位，正是该趁热打铁顾宠的时候，怎么能称病不见皇上呢？我躺在床上，虚弱地笑了笑。你不懂，我现在才是最危险的时候。王渊不解地看着我，我没有解释。这次的事件，我虽然赢了，但也把自己推到了风口浪尖。宣帝是什么人？他是个控制欲极强的帝王，他可以容忍一个愚蠢的、疯癫的贤妃，因为那样的人，他能轻易掌控。但他绝不会喜欢一个聪明的，能在他眼皮子底下翻盘的静妃。我的表现已经超出了他的预期和控制。他现在或许会因为我扳倒了江瑶而高看我一眼，但伴随而来的一定是更深的猜忌和防备。他会想，我是怎么知道脉案有问题的？我的心思到底有多深？我背后是不是有人指点？这些猜疑像一根根毒刺，会深深地扎在他的心里。如果我这个时候再去他面前邀功顾宠，只会加深他的怀疑。所以我必须病，而且要病得合情合理。经此大变，受了惊吓，一病不起，这才是正常的反应。这能最大程度地降低宣帝对我的戒心，让他觉得我只是个运气好、有点小聪明的普通女人，而不是一个心机深沉、能搅动风云的威胁。我需要时间来蛰伏，来让这件事的影响慢慢淡去。果然，宣帝听说我病了，只是派太医来看了看，送了些补品，并没有亲自过来。他甚至一连半个多月都没有召见任何妃嫔。江瑶被禁足在长春宫，再也没了动静。听说他彻底疯了，整天在宫里又哭又笑，说自己要回家，要找妈妈。他宫里的宫女太监跑的跑，调走的调走。偌大的长春宫冷清的像座鬼店，曾经有多风光，现在就有多凄凉。我病好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是去寿康宫给太后请安。太后见我很是心疼，拉着我的手嘘寒问暖。好孩子，让你受委屈了。那个江瑶就是个祸害，现在总算是清静了。我低着头恭顺地说，都过去了，以后臣妾只想安安分分地在宫里侍奉太后和皇上。太后满意地点了点头。你是个好的，哀家知道。皇上那里你也别担心，男人嘛都是一时新鲜，等他看清了那个妖妃的真面目，自然会知道你的好。从寿康宫出来，我又去了坤宁宫。皇后对我的态度也比从前更加亲厚，她拉着我聊了许久的家常。临走时，她对我说，庆妃，你是个聪明人，在这宫里不争才是最大的争。我心里一动，似乎明白了什么。我对着皇后深深地行了一礼，多谢娘娘指点。回到永和宫，我继续过着我深居简出的日子，每日看书、写字、绣花，去给太后和皇后请安，仿佛之前那场惊心动魄的交锋从未发生过。我把自己的锋芒小心翼翼地收敛起来，就像一颗被扔进沙堆里的珍珠，静静地等待着下一次被发现的时机。时间一天天过去，很快就到了8月，天气渐渐转凉，中秋快到了。中秋夜宴是宫里1年1度的大事，皇上、太后、皇后以及所有妃嫔和皇子公主都会出席。今年的夜宴设在畅音阁，华灯初上，丝竹声声。我坐在自己的位置上，
安静地看着歌舞。宣帝坐在主位，面无表情，太后和皇后坐在他的两边，一切都和往年一样，仿佛那个叫江瑶的贤妃从未出现过。酒过三巡，歌舞间歇，宣帝忽然开口：今日是中秋佳节，人月两团圆，朕看长春宫内卫也关得够久了，去把贤妃带来。他的话音一落，全场皆惊，太后和皇后的脸色都微微一变，谁也没想到皇上会在这个时候提起那个疯子。我心里也咯噔一下，一股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。他想干什么？难道他还没放弃江瑶？没过多久，江瑶就被两个嬷嬷一左一右的请了过来。她瘦了很多，脸色苍白，眼神呆滞，身上的衣服虽然还是华贵的妃尉宫装，却穿得皱皱巴巴，头发也只是随便挽了个髻，整个人看起来狼狈又颓唐，哪里还有半分从前那个嚣张跋扈的贤妃的样子。她被按着跪在地上，给皇上和太后行礼，整个过程她都像个木偶，任人摆布。宣帝看着她，眼神复杂。抬起头来。江瑶缓缓地抬起头，当她看到满座的衣香鬓影和那高高在上的皇帝时，呆滞的眼神里忽然有了一丝波动。皇上，她的声音嘶哑干涩。你终于肯见我了。宣帝没有理会她的深情呼唤，他只是淡淡地问：朕听说你有一种舞很特别，叫自由之舞。江瑶的身体猛地一颤，她的眼睛里瞬间迸发出一种奇异的光彩。是的，皇上，你想看吗？那是我家乡的舞，代表着爱与和平，代表着对自由的向往。他激动得语无伦次。宣帝点了点头：跳吧，让朕和大家都开开眼界。江瑶大喜过望，他以为皇上这是要给他一个机会，让他重新获得恩宠。他挣开两个嬷嬷的束缚，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。他走到大殿中央，在皎洁的月光下开始跳舞。他的舞很奇怪，动作大开大合，充满了现代舞的影子。扭腰、甩头、伸展手臂，这些动作在现代人看来或许充满了力量和美感，但在此情此景，在这些穿着繁复古装的古人看来，只有一个词可以形容：疯癫。江瑶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，她一边跳一边大声地唱着一首我们那个时代的流行歌曲：我要飞得更高，飞得更高。她的歌声在寂静的夜空里显得格外诡异，所有人都看呆了。太后的脸色已经铁青，皇后也皱起了眉头，只有宣帝依旧面无表情地看着，只是他端着酒杯的手指节因为用力而有些发白。我低着头不敢再看，我知道历史的齿轮已经开始转动，那本青史稿上的每一个字都将在此刻一一应验。终于一曲舞毕，江瑶气喘吁吁地停下来，满眼期待地看着宣帝。皇上，我跳得好吗？宣帝没有回答他，他只是放下酒杯，缓缓地开口：贤妃江氏，你可知罪？江瑶愣住了。罪？我有什么罪？我只是跳了一支舞。住口！宣帝猛地一拍桌子，龙颜大怒：你这妖妇，入宫以来言行无状，藐视宫规，蛊惑人心，今日更是在这中秋夜宴之上跳此等不知廉耻的淫秽之舞，你到底是何方妖孽，混入宫中，意欲何为？他的声音如同炸雷，响彻整个畅音阁。江瑶被吓傻了，他瘫软在地，不敢置信地看着宣帝。不是的，皇上，你不是说我有趣的吗？你说你喜欢我的特别。宣帝忽然大笑起来，笑声里充满了嘲讽和冰冷。有趣？朕只是想看看你这个来自千年之后的妖孽到底能耍出什么花样。天赋人权，众生平等，好大的口气！在朕的江山里，朕就是天。他站起身，一步步走到江瑶面前，居高临下地看着他。你以为朕真的信了你的鬼话？你那些所谓的知识，在朕看来不过是跳梁小丑的风言风语。朕留你到现在，只是想把你当个乐子看。现在朕看够了。江瑶彻底崩溃了，他看着眼前这个男人，眼神里充满了绝望和恐惧。他终于明白自己错了，错得离谱。这根本不是什么爽文剧本，也没有什么霸道帝王爱上我。从始至终，他都只是一个被玩弄于股掌之上的棋子，一个供人取乐的小丑。来人！宣帝冰冷的声音响了起来。贤妃江氏妖言惑众，罪大恶极，赐白绫1条，即刻毙于长春宫。江瑶被两个孔武有力的太监拖了下去，他没有再哭喊，也没有再挣扎，整个人像一具被抽走了灵魂的木偶。他的眼睛在人群中扫过，最后落在了我的身上。那眼神里有悔恨，有不甘，
但更多的是一种解脱般的空洞。我避开了他的视线，端起面前的酒杯，一饮而尽。酒很烈，灼得我的喉咙火辣辣的疼。畅音阁里死一般的寂静，所有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得不敢出声。谁也没想到，前一刻还风光无限的贤妃，下一刻就成了阶下之囚。帝王的恩宠竟是如此的凉薄，如此的虚幻。宣帝缓缓地走回自己的座位，坐下，他的脸上又恢复了那副波澜不惊的表情，仿佛刚刚那个下令刺死自己妃子的不是他一样。他端起酒杯，对着众人：妖孽已除，诸位继续饮宴吧。他的声音很平静，却带着一股不容置喙的威严。众人连忙端起酒杯，战战兢兢地附和：皇上圣明。丝竹声再次响起，歌舞继续上演，但所有人的脸上都写满了惊惧和不安。这注定是一个无法安眠的夜晚。宴席结束后，我回到了永和宫，王渊扶着我，手还在不停地发抖。娘娘，太可怕了！我拍了拍他的手，示意他不要怕。其实我自己也吓得不轻，虽然我早就从青史稿上知道了江瑶的结局，但亲眼目睹这一切，那种冲击力还是让我心有余悸。帝王之怒，伏尸百万，流血千里，古人诚不欺我。我让王渊退下，一个人坐在黑暗里。我没有点灯，我怕光，我怕那光会照出我心底最深的恐惧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殿外传来一阵脚步声，是宣帝。他推门而入，身上还带着酒气荷叶的寒凉。我连忙起身准备行礼，他摆了摆手，示意我免了。他在我对面坐下，给自己倒了杯茶。黑暗中我看不清他的表情，只能听到他平稳的呼吸声。我们谁都没有说话，许久他才开口：你早就知道了，是不是？他的声音很轻，却像一块巨石压在我的心上。臣妾只求能安安稳稳地活下去。我说完，对着他重重地磕了一个头，眼泪顺着脸颊无声地滑落。这一次不是演戏，是真的害怕，是对这封建皇权最原始的敬畏和恐惧。宣帝看着我，久久没有说话。黑暗中，他的眼神晦暗不明。就在我以为他会像对待江瑶一样对我发怒时，他却忽然伸出手，把我从地上拉了起来。他把我拥进怀里，抱得很紧，他的下巴抵在我的头顶。我听到他长长的叹了一口气：傻瓜，只要你安分守己，朕会护着你一辈子。江瑶死了，他的死像一滴水落入了大海，没有激起太大的波澜。宫里很快就恢复了平静，长春宫被封了起来，成了一座真正的冷宫。所有人都绝口不提那个曾经风光一时的贤妃，仿佛她从未存在过。宣帝开始整顿后宫，那些曾经追随江瑶、模仿她言行的小嫔妃们，都被以各种理由或降位，或禁足，或直接打入了冷宫。整个后宫风声鹤唳，只有我的永和宫一片祥和。宣帝没有再来过，但他赏赐的东西却像流水一样源源不断地送了进来，绫罗绸缎、珠宝首饰、山珍海味。所有人都知道静妃成了皇上心尖上的人。这一次不再是因为什么有趣和特别，而是因为我的安分守己。我依旧过着我深居简出的日子，每天给太后和皇后请安，回来就看书写字。后宫的妃嫔们开始有意无意地向我示好，他们会来永和宫陪我说话，给我送些小礼物，我一概以礼相待，不亲近也不疏远。我明白，他们不是真的想和我做朋友，他们只是想通过我来揣测圣意，来为自己找一条出路。在这深宫里，没有真正的朋友，只有永恒的利益。半年后，皇后病逝，临终前，她把我叫到床前，她拉着我的手，对宣帝说：静妃性情温良，可堪大任，臣妾去后，望皇上善待她。宣帝点了点头。皇后丧妻过后，宣帝下旨晋我为皇贵妃，设6宫室，我成了这后宫里除太后之外最尊贵的女人。站在权力的顶峰，我并没有感到多高兴，反而是更深的孤独和疲惫。我时常会想起江瑶，想起她曾经对我说：我们把这个时代搅个天翻地覆。她失败了，死得悄无声息，而我成功了。我用我的安分守己换来了这泼天的富贵和权势，可我真的赢了吗？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我活下来了。在这座金碧辉煌的牢笼里，我用我的方式活了下来。又过了10年，宣帝驾崩，太子继位，是为嘉诚皇帝，我成了皇贵妃，被尊为康慈皇贵太妃。我搬出了永和宫，住进了寿康宫，成了这紫禁城里最年长的太妃。新帝对我很是孝顺，每日都会来给我请安。我知道他不是孝顺我，他是孝顺我身后的权力和先帝留给我的体面。我的一生似乎就这样了，无风无浪，波澜不惊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在寿康宫的库房里
整理先帝遗物时，再次看到了那本被我封存了许久的青史稿。我拂去上面的灰尘，缓缓打开，书页已经脆得像要碎掉。我翻到《后妃列传》，在江瑶的名字下面，我看到了另一段记载，那是我从未见过的。敬妃温氏，初为嫔，后晋皇贵妃。宣帝崩，尊为康慈皇贵太妃。性聪慧，有谋略，然深藏不露，以温婉世人。于贤妃姜氏之乱中，巧言善辩，反败为胜，怼帝轻眼。后辅佐皇后，协理六宫，颇有贤名。帝晚年多疑猜忌，废后杀子，朝野动荡。为温氏，以退为进，明哲保身，得以善终。嘉诚元年，薨，寿70有2，谥号纯惠皇贵妃。废后杀子，朝野动荡。短短8个字，看得我浑身冰冷。我一直以为江瑶的死就是我穿越过来遇到的最大危机，只要躲过了它，我就可以安稳地活下去。我没想到后面还有更可怕的命运在等着我。宣帝晚年竟然会变得如此残暴。如果我当初没有选择蛰伏，如果我当初在他面前展露了更多的聪明和谋略，那被废的后，被杀的子，会不会就有我的一份？我的后背瞬间被冷汗浸湿。我看着史书上的那句得以善终，久久不能回神。原来我一直在鬼门关徘徊，我所做的每一个选择，说的每一句话，都在无形中改变着我的命运。我以为的胜利，不过是下一场危机的开始；我以为的平静，不过是暴风雨前的宁静。我抬头看向窗外，阳光正好洒在寿康宫的琉璃瓦上，金光闪闪。几个小太监正在院子里小心翼翼地修剪着花枝，一切都那么的平和，那么的安详。谁能想到，这平和之下曾掩埋了多少的血雨腥风？我又低头看向手里的青史稿，上面密密麻麻的记载了无数人的生与死、荣与辱。他们曾经也像我一样鲜活的存在过，他们也曾在这座宫殿里爱过、恨过、挣扎过、绝望过，但最终都成了史书上那一行行冰冷的签字。江瑶说她是大女主，她想改变历史，创造历史，可她不知道，在这洪流之中，个人的力量是何其的渺小。我们不是来改变历史的，我们只是历史的一部分。我缓缓地合上了那本青史稿，我知道我的战争还没有结束。宣帝虽然死了，但新帝年幼，朝局不稳，前朝后宫依旧是暗流涌动。我要活下去，我要亲眼看看史书上的那句寿70有2到底是不是真的。我站起身，走到窗边，推开了窗，清新的空气涌了进来。我深吸一口气，胸中是前所未有的平静和坚定。从今天起，我不再是温月，我是康慈皇贵太妃，是这座紫禁城里活到最后的胜利者。我的剧本没有金手指，没有霸道帝王，只有步步为营，如履薄冰。但这才是我真正的大女主剧本。外面有宫女的声音传来：太妃娘娘，皇上来看您了。我整理了一下衣襟，脸上露出了温婉的笑。知道了，让她进来吧。